当我们提到垃圾食品的时候，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泡面、汉堡、薯条等速食，这些东西油腻、重咸、高热量，吃多了对身体确实不好。然而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在世界公认的5种最垃圾的食品榜单中，泡面居然连前5都排不上，取而代之的是5种很多人日常爱吃的东西，它们对身体的危害甚至被形容为比抽烟、喝酒对血管的伤害还要大上100倍。从长远看，这些食品吃得越多，往往让人的身体垮得越快。就算你再喜欢，也一定要管住自己不断想吃的欲望，不要贪图一时的口腹之乐。有些人也许对垃圾食品的危害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不抽烟也很少喝酒，偶尔吃零食饮料没什么大碍。但事实上，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，可能在慢慢侵蚀你的健康。医院里不乏这样的病例，年纪轻轻的上班族不抽烟不喝酒，却因长期爱喝含糖饮料、爱吃加工零食，导致严重的动脉硬化含糖尿病，不得不提早与心血管疾病相会。因此，千万别以为只有烟酒才伤身，其实病从口入。这句古语自有其道理。饮食上的不良习惯同样可能让你付出沉重代价。在揭晓名单之前，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垃圾食品。所谓垃圾食品，指的是那些高油、高糖、高盐、营养价值低却让人上瘾的食物。它们通常经过重度加工，有各种添加剂来增色增味，吃起来刺激好吃，但缺乏对身体有益的营养，反而可能带来慢性疾病隐患。最近的新闻也曝光了不少问题食品，例如有的黑心工厂用工业原料冒充合法添加剂，不卫生的生产环境等等，让公众开始警惕日常吃进嘴里的东西是否安全。你也许以为只有廉价的街头零食才不健康，但其实有些看似正常的食品也在垃圾之列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排名一一揭晓这5大垃圾食品之王。第5名，水果罐头。小时候许多人都把水果罐头当作美味的点心，逢年过节或生病时，拿出一罐甜滋滋的糖水桃子、糖水凤梨来吃，是一种特殊的享受。不少人还以为水果罐头有营养，常常送给住院的亲友作为补品，但事实正相反，水果罐头其实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垃圾食品。首先，为了延长保存期限，罐头食品往往加入大量的糖和防腐剂，那些香甜的糖浆里，糖分含量非常惊人，一罐水果罐头中的糖含量常常超过你一天应该摄入的糖总量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一个成年人每天通过食物摄入的游离糖最好不超过约25克，然而一听罐头可能就含有40-50克糖，远远超标。长期吃罐头，巨量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囤积，使你发胖，并且大幅提高糖尿病、脂肪肝等代谢疾病的风险。同时，糖分在体内过高还会损伤血管的内壁，引发慢性炎症反应，从而增加心脏病、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可以说，经常拿水果罐头当水果吃，对血管的伤害一点不比天天抽烟、喝可乐少。除了糖之外，水果罐头的营养价值也远远不如新鲜水果。加工过程中，高温杀菌和长时间密封会破坏掉水果里的大部分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C， 损失严重。吃罐头时，你入口的只是甜甜软软的果肉纤维，真正有益的营养所剩无几。更不用说，很多厂商为了节省成本，在制作水果罐头时常常使用品质较差或不新鲜的水果原料，反正泡在浓浓的糖浆里，你也吃不出水果本身的新鲜度。一些廉价罐头的水果甚至事先经过漂白、染色等处理，只为外观好看。最后，罐头中还含有不少人工添加剂，例如人工香精、人工色素，用来让罐头散发诱人香气、色彩鲜艳，以及为了防腐而加入的苯甲酸钠等防腐剂。这些物质短时间摄入少量也许不会有明显问题，但长期下来可能加重肝脏、肾脏的代谢负担，甚至干扰孩子的生长发育。更有甚者，如果制作环节杀菌不完全，罐头食品还存在肉毒杆菌等致命污染的风险，虽然几率极低，但一旦发生就是大事故。总的来说，水果罐头就是一罐糖水加添加剂，
额外提供的热量远远高过它的营养。吃了不仅得不到新鲜水果的好处，反而摄入了一堆对健康有害无益的多余成分。以前物资匮乏时，水果罐头是难得的甜味来源，但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吃这种东西来解馋了。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还是少碰为妙。说起水果罐头的历史，它本来是为了解决食物保存问题的伟大发明。19世纪的欧洲，人们发现把食物密封在金属罐里，高温杀菌，可以长时间保存不坏。罐头食品在战争年代和物资匮乏时期，曾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。尤其是在新鲜水果难以获取的冬天或特殊时刻，水果罐头曾是一种珍贵的代替品。然而，如今生活条件大为改善，四季都能吃到新鲜水果，水果罐头却变成了多余的存在。与其吃充满糖浆的桃子罐头，不如直接咬一口新鲜水蜜桃来得健康。可惜，很多人还是贪恋罐头里那股甜腻的味道，把它当作零食来享受，殊不知那点甜头背后是自己健康在默默付出代价。所以下次在想用水果罐头解馋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罐头里除了糖和添加剂，我还能得到什么？答案是几乎没有。长久以往，你损失的健康可比那一时的口福更珍贵。第4名，火腿肠。火腿肠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加工食品了。很多人平时喜欢拿火腿肠当零食，或者切片夹在面包里当早餐，看起来方便又美味。还有不少孩子把迷你火腿肠当作小零嘴，一口一根吃得不亦乐乎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火腿肠属于典型的加工肉制品。早在201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已经将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。这意味着经常吃火腿肠、香肠、培根等加工肉类会显著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。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入大约50克加工肉制品，约等于一根中等大小的火腿肠，结肠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 18%。 当这个消息曝光时，不少人感到震惊。原来我们早餐常吃的培根、火腿危害竟然和吸烟、石棉这些公认的致癌物在同一级别。为什么火腿肠这么不健康呢？关键在于它含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物，尤其是为了防腐和增色而加入的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能让肉看起来粉嫩可口，抑制细菌滋生，但它进入人体后可能转化成强致癌物亚硝胺。特别是当你把火腿肠拿去高温煎炸烤时，过高的温度会促进亚硝胺的形成，令致癌风险进一步上升。除了致癌风险之外，火腿肠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。首先，它的含盐量极高，一根50克左右的火腿肠所含的钠往往高达500至800毫克，相当于你一天盐摄取上限的1/3。为了增加风味和延长保存，火腿肠中的盐含量远高于新鲜肉。钠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上升，增加心血管系统负担。对于本身有高血压或肾脏病的人来说，火腿肠无异于加速病情恶化的催化剂。其次，火腿肠的脂肪含量也不低。一根小小的火腿肠往往混合了猪油或其他动物脂肪，使口感更加松软香滑。但这也意味着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大量饱和脂肪，长期下来容易使血脂升高，诱发肥胖和脂肪肝。如果把火腿肠当早餐，夜宵经常吃，那等于在持续累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许多便宜的火腿肠其实肉含量并不高，主要成分反而是淀粉、添加剂和脂肪。可以说，它只是打着肉制品旗号的调味淀粉条。为了让口感和外观更好，生产中会加入增稠剂、香精，甚至人工色素，让它看起来粉嫩。为了延长保存，当然少不了各种防腐剂。统计显示，一根普通火腿肠中使用的食品添加物种类可能在10种以上。试想，这样一根高度加工的小肠肠，你吃进去等于把10几种化学物质也吃进肚子里，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有限。蛋白质含量比真正的瘦肉低得多，但热量和盐分却不低。有医生建议，学龄儿童应该尽量少吃火腿肠这类加工肉，多吃新鲜肉类和豆制品来获取蛋白质。因为孩子的身体正在发育，更需要优质的营养，而加工肉中的种种添加物和盐分
对儿童幼嫩的脏器来说非常不友好。总之，再方便好吃的火腿肠，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迎合味蕾而牺牲健康的假食物。喜欢吃肉的话，不妨选择新鲜猪牛鸡肉自己烹调，既美味又健康。火腿肠这种垃圾食品还是能省则省吧。历史上，人类很早就学会用盐、硝石、天然亚硝酸盐等来腌制肉类，防止腐败。这就是火腿、培根、腊肉的由来。可以说，火腿肠这类加工肉是古老智慧与现代工业的结合产物。一方面，它确实提供了一种廉价方便的肉类蛋白来源，但另一方面，现代人口味的提升和工业的逐利，让加工肉里充斥了超量的盐和各种化学添加物，把它变成了健康杀手。曾几何时，大家追求食物好吃、方便、不易坏，而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方便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健康风险。毕竟，能让肉放上1年不坏的配方吃进肚子里，也绝不会没影响。试想，每天早晨摄入那么多盐和添加剂，开始一天，长此以往，身体怎会不出问题？火腿肠给你的不过是片刻的口腹满足，却可能让你日后为健康付出成倍的代价。第3名，火锅丸子。在寒冷的天气里，许多人都爱吃火锅、麻辣烫一类热腾腾的美食，而火锅里最受欢迎的配料之一，就是各种丸子、鱼丸、贡丸、牛肉丸、包心丸、撒尿牛肉丸等，个个都 Q 弹有劲，特别满足。但是你可能没想到，这些美味弹牙的火锅丸子其实是标准的垃圾食品。超市里9块9一大包的速冻火锅丸子，看似实惠，其实里面真材实料的肉少之又少。按照食品行业的国家标准，速冻肉丸只要肉含量不低于 10% 就算达标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丸子可能90%以上都不是肉，而是淀粉和添加剂。为了让一颗小小的丸子尝起来像肉，口感弹牙，食品厂可真是绞尽脑汁，添加所谓的高弹素，就是一种由聚磷酸盐等混合而成的保水剂，可以大大增加肉丸的弹性和脆度，让你觉得丸子很有嚼劲。加入卡拉胶等胶体则能吸水凝固，增加丸子的饱满 Q 感。至于肉香味，很多时候是靠人工香精在撑场面，闻起来有鲜肉的香气，其实可能根本没有对应的真材实料。换句话说，一颗廉价的鱼丸或牛肉丸，吃进去的大部分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和化学添加物，真正的蛋白质营养非常有限。火锅丸子除了营养极低之外，各种添加剂的总量却不少。虽然食品添加剂在标准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，但问题在于，许多人是一盘接一盘的吃丸子，长期高频率的摄入各种添加物，对身体绝不是好事。过多的磷酸盐类保水剂摄入，可能会影响体内钙质代谢，对骨骼和肾脏健康不利。大量的钠和调味料会使血压升高，引发口干、浮肿等问题。反复油炸再冷冻的加工过程，还可能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氧化物质。更可怕的是，过去曾有无良厂商为了追求丸子的弹性，偷偷添加硼砂这种违禁的工业添加剂。虽然现在已明令禁止，但我们很难检查每一颗丸子的配方到底有没有问题。长期爱吃这类丸子，可能你没吃到多少真正的鱼和肉，却把各种对身体不利的成分都吃进去了。一旦养成饮食偏好，只爱吃加工丸子，而忽视新鲜鱼肉，还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，造成营养失衡。下次在涮火锅的时候，不妨留意一下，你钟爱的那颗丸子究竟是美味，还是隐藏健康风险的弹危机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火锅丸子本身并不是不可取的食物类型。传统上，手工制作的鱼丸、肉丸，使用新鲜鱼肉手打成浆，或用纯肉剁碎捣匀做成丸子，下锅煮熟。这样的丸子弹性适中，营养也相对丰富。然而，工业化生产为了降低成本、提高产量，便开始在丸子里偷工减料。肉少了，用淀粉和添加剂来凑；工序省了，用化学手段来补。最终端上餐桌的速冻火锅丸子，看起来还是丸子的样子，内里却早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肉了。当然，如果能买到品质有保障、肉含量高的丸子，偶尔吃一吃问题不大。但多数情况下，
我们很难从外表分辨丸子的优劣，与其碰运气，倒不如自己在家用纯绞肉做丸子，安心又美味。一颗小小的丸子都藏着这么多门道。当你下次在锅里涮起成串的火锅丸子时，可千万别忘了，吃到嘴里的美味未必会转化成对身体有用的营养，相反，那些隐形的添加物倒是会实实在在的积累在你体内，成为难以察觉的健康杀手。第二名，辣条。说到辣条，许多年轻人和小孩听了都两眼放光。作为风靡大街小巷的国民零食，辣条以麻辣鲜香、甜中带辣的独特口感俘获了无数人的味蕾，一吃就让人停不下来。可正因为太好吃，很多人往往一不注意就吃过量，后果十分严重。辣条是名副其实的高油、高盐、高添加剂食品。据检测，一些辣条零食每100克所含的钠超过1200毫克，盐分含量极高。它通常用小麦面粉或豆皮制成，先经过油炸或油浸，吸满油脂，再拌入大量的食盐、辣椒粉、味精和糖调味，外加层出不穷的人工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等添加剂。你每吃下一包辣条，就等于往胃里倒入了一包盐和油的混合物，外加一长串你叫不出名字的化学物质，这对胃肠和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长期摄入过量的盐分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引发高血压和肾脏负担。大量油脂让你发胖不说，反复煎炸的油里还可能产生反式脂肪和各种氧化分解产物，损伤血管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至于那些人工添加剂，单次摄入或许在安全范围内，但如果你天天吃、顿顿吃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它们对肝脏、神经系统造成的伤害可能就会逐渐浮现。除了成分不健康，辣条的生产过程和原料来源也令人堪忧。新闻曾多次曝光一些黑心小作坊生产辣条的场景，肮脏的厂房地上堆满原料，工人不戴手套，随意搅拌面团，甚至一边抽烟一边加工。调味时使用廉价劣质的工业用添加剂，有的不法商家还可能使用回收的地沟油来炸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辣条，你敢放心吃吗？近年来，虽然监管加强，正规大厂的辣条在卫生上有所改善，但市场上依然充斥着廉价散装的三无产品。如果孩子经常吃这些劣质辣条，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。有医院就收治过因一次吃了15包辣条而中毒昏迷的少年，也有年幼孩童长期拿辣条充饥，结果严重营养不良，身体发育受损，甚至有报道称2名小学生因为从小常吃垃圾零食，导致内分泌失调。姐姐年仅8岁，却胸部异常发育，弟弟也出现了睾丸萎缩的怪症，让家长追悔莫及。听到这些案例，你是不是也不寒而栗？辣条虽然便宜又美味，但它带来的健康隐患却远比想象中严重。高血压、肥胖、肾损伤、胃肠疾病，甚至癌症风险都和经常吃这种东西脱不了干系。要知道，人体每天盐和油的健康摄入量是有上限的，而几包辣条下肚，你一天的油盐指标可能瞬间爆表。更糟糕的是，吃多了辣条会让味蕾变得迟钝，你会越来越觉得正常的饭菜清淡无味，只爱重口味的食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总而言之，再怎么爱吃辣条，也请三思而后行，不要因为一时嘴馋就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。辣条的诞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却成为了中国休闲食品界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。据说辣条发源于湖南平江，在1990年代逐渐风靡全国。对很多80后、90后而言，辣条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。它便宜、够味，在零食匮乏的年代，给味蕾带来强烈的满足。一些老字号辣条品牌甚至以卫生、美味做宣传，想要扭转人们对辣条的刻板印象。然而，在2010年代，媒体和监管部门对辣条行业的一系列曝光，让人们彻底看清了其生产乱象和食品安全隐患。从那之后，虽然更严格的标准出台，但消费者心中的阴影一时难消。可以说，辣条这种食物从配方到产业链都注定了它无法成为健康食品。它存在的意义只是满足人们对重口味刺激的嗜好而已。
大人如此，孩子就更是千万别让垃圾零食成为孩子日常的半餐，否则等待他们的可能是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。与其让下一代重蹈覆辙，不如从现在开始管好我们自己和孩子的嘴，把辣条这样的毒零食拒之门外。第一名，奶茶，也就是指珍珠奶茶等各类含糖饮料，终于来到垃圾食品之手。这个冠军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，它不是油炸食物，也不是什么加工肉，而是许多年轻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奶茶。一杯飘着香气、甜蜜诱人的珍珠奶茶，对现代人有多大的诱惑力，已经不用多说了。然而，你是否想过，一杯奶茶里究竟有多少糖和热量？大部分奶茶的含糖量都极高，通常一杯中杯规格的奶茶就含有50克以上的糖，相当于10几颗方糖。这一杯下肚，你一天的糖摄入量就严重超标了。而且，不少人喝奶茶还喜欢全糖，恨不得加珍珠、加布丁、加奶盖，多多益善。这些配料本身也都用糖或糖浆调制，热量更加爆表。长期保持喝奶茶或其他含糖饮料的习惯，体重增加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。更可怕的是，罹患第2型糖尿病、脂肪肝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。在一些医院的门诊里，20多岁就被诊断出脂肪肝，甚至血糖失控成为糖尿病前期的年轻患者并不罕见。而他们不少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酷爱含糖饮料，尤其是奶茶。奶茶对健康的伤害不仅仅在于糖分，许多手摇奶茶店为了让口感更醇厚，会加入所谓的奶精，也就是植脂末作为奶源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还可能含有反式脂肪。长期摄入过多这类不良脂肪，会让你的血液里充斥着油脂微粒。医学上称这种状态为乳糜血。这些脂肪颗粒会沉积在血管壁上，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增加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。糖和脂肪的混合轰炸，再加上奶茶里往往含有不低的咖啡因，茶汤浓度很高，会让人一时感到兴奋提神，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心悸、失眠、焦虑等问题。咖啡因还具有利尿作用，会加重身体脱水，并促进钙质流失。对年轻女性而言，长期大量喝奶茶可能导致体内寒湿加重，月经不调，这也是中医眼中含糖含量饮料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奶茶并非天生如此。罪恶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。一开始只是茶水加入糖和奶，再配上粉圆，也就是珍珠，小小的创新饮品。由于口感丰富有趣，很快风靡宝岛。后来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，从台北到纽约，从东京到伦敦，随处可见年轻人捧着一杯珍珠奶茶啜饮的身影。奶茶真正成为高热量炸弹，是在商业竞争的推波助澜下，越来越多的配料，越来越甜的口味，越来越大的杯量，让一杯奶茶的热量节节攀升。一些网友戏称奶茶是奶和茶的叛徒，它其实是液体蛋糕，意思是奶茶里的糖和脂肪含量堪比一块奶油蛋糕。虽是戏言，却非常贴切地指出了问题所在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偶尔喝一杯奶茶，吃一包辣条，真的会那么严重吗？当然，一次半次的解馋不至于让你立刻病倒。问题在于，许多人把它们当日常，甚至上瘾成习惯，不知不觉中，身体就在高糖、高盐、高油的侵蚀下一点点垮掉。等到年纪稍长，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。如果说抽烟、酗酒是在明显的伤害身体，那么长期摄入垃圾食品就是在暗地里消耗健康。它们对血管和脏器的慢性破坏，一点不比尼古丁和酒精来得小，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现代医学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证明，饮食习惯和我们的健康寿命息息相关。那些被列为垃圾食品的东西，并不是说一口都不能碰，但一定要有节制。正如一句老话所说，病从口入。如果长期管不住嘴，最终往往会为贪吃付出代价。总结一下，泡面虽然常被当作垃圾食品的代表，但严格说起来，它都没能挤进我们今天讲的垃圾食品前5名。其实泡面作为一种主食，营养价值虽然不高，但至少能提供碳水化合物和一定的热量，
比起纯粹高糖高盐的零食还稍微正经一点。如果能加颗蛋，放些蔬菜，勉强也算一餐饭。正因为如此，它的危害反而没有上面提到的几种这么直接和猛烈。相反，上面这5种才是真正应该少吃甚至不吃的垃圾之王。除了它们之外，像薯条、炸鸡、可乐、蛋糕、糖果这类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，虽然没在我们今天强调的榜单里，但是这些典型垃圾食品的坏处相信大家都略有耳闻。例如薯条，炸鸡在高温油炸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和致癌物，并烯酰胺。汽水饮料会带走体内大量的钙质，且含有惊人的糖分，长期大量饮用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和发胖。蛋糕、饼干则是高油高糖的代表，热量爆表却缺乏营养，因此千万别以为它们没上榜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对于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来说，均衡饮食，多吃天然健康的食物才是长久之道。希望我们都能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远离这些垃圾食品的诱惑，拥有健康的生活。